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请一位真正的数字旅居者，是吧？文文，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文文的经历很特殊，他才来大马多久？我上个星期来的，刚来，这个是第2个星期刚开始。这才第2周，但是他之前长时间毕业以后，在香港工作，又在日本生活了10个月的时间，又到了大马，这怎么想的？大马的生活和在日本比和香港比又会有什么区别？这个就是我比较想要从文文身上了解到的。好的， William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文文。那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香港的投资银行工作，一共有10年的时间。在2023年底我就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在11月份我就裸辞，开启了旅居生活。那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我的第4站了。那我一开始先去了云南的大理，在那边待了2个月以后，我就移动到了上海，待了5个月的时间。OK。上海以后呢，我就在去年的夏天搬到了日本的东京。那现在大家也知道，日本也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居的地方，所以我当时也很好奇的想去看看，感受一下在日本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在那边就住了10个月，那我也觉得想看的想学的也了解了七七八八的。所以现在最近我是听到了有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大 V，他们也是香港人，从香港搬到了马来西亚这边来住。就很多人听他们讲了一些他们搬来这边的一些比较好的感受。所以我就很好奇的订了一个机票，现在就过来看一下。好，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打算了，先过来1个月。你才来1周，初步的感受和印象是怎样？其实马来西亚基本上我等于没来过，第一次。从来没有来过。之前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过来过一次，那真的10几年前了，所以那个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所以可以说是这一次是一个全新过来的体验和感受。那我来之前我就会幻想这边是一个接近于赤道的热带。那我之前也去过新加坡几次，我想气候环境各方面可能跟新加坡也差不多。又知道这边有很多的华人，看到一些油管的介绍，就是这边当地人都能讲华语，讲广东话，讲英文，那就完美。因为我在香港也是讲国语、广东话、英文，语言上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每天是要努力学日语，才能好好的去融入到当地，跟当地人去交流。那日本也不是有那么多的人，他可以讲英文或者讲其他的语言跟我们交流的。那这一部分我到了这里就觉得没有任何的距离，就很亲切。我甚至是尝试跟很多的司机，我发现 Grab 的司机很多都是潮州人，但是他们又都能讲粤语，所以我就跟他们就经常讲粤语。你不知道在吉隆坡其实是讲粤语的人更多，在槟城是说福建话的人更多，而且基本上大家都会一些广东话，你跟他们讲，他们觉得很亲切，而且很多人会觉得他说很多词用华语是没法表达，他们就知道如何用广东话来讲，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其实你比我更加合适。所以语言方面我来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舒服了。那看起来你的很多印象都是基于你对新加坡的认识，还有在 YouTube 上的学习。没错。有什么这1周跟你原先想象是不一样？我觉得这里的天气它会白天天气像我们现在万里无云，一到晚上就一下子下一场大雨。那这个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挺奇妙的。一开始天气特别好，一会儿一阵大雨的时候还会打雷，昨天打雷打的挺多的，每天都会。就可能我觉得这里一定要出门带把伞。雪隆地区是全世界雷最多的几个地区之一，然后全年有200多天都是有雷的。可能在这边生活的朋友都已经习惯了。那这一点会烦扰到你吗？经常有打雷？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在这里一定会用 Grab 出行，那如果在车里其实不论刮风下雨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对，这个倒还好。好，那么还有什么跟你想象是不一样？有没有什么很诧异的？怎么是这样的？就是这边我觉得是一个来源于各个种族文化的人，这个比我想象的更多。就一开始我来，我的想象中是马来西亚华人非常多，但是我现在住在5级免登地区，我用 Airbnb 订了我的房源，我发现里面有一半都是各个地方的，什么 Bangladesh、印度的。
还有我也遇到很多英国来的，全世界各地，我觉得这边的各个五湖四海来的人的比例，我觉得相当高，人的一个 diversification 更加的多元化。确实，整个大马它大概有将近9%到10%的外国人，大概有200-300万的外国人。所以就比我没在香港生活过，我想香港应该差不多，原先在上海就比例要高很多了。对，这个是跟你想法不一样。那 so far 你觉得对大马的生活可以打几分？我觉得目前来感觉还都挺好的，因为刚过来1个星期，语言方面、吃的方面、衣食住行都还是挺习惯的，因为可能大家都是一个华人社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也是华人，我过来就觉得可以无缝衔接，基本上。那除了天气，我一开始来会觉得经常下雨以外，其他我都目前来说还觉得还不错，挺能适应的。过去的1周，如果我们用一个五官看到了一些什么，听到了一些什么，感受到了一些，甚至闻到了一些什么，是你感到比较新奇的，特别能够一说的，你把它五官打开，它会有一些什么新的画面出现吗？我比较喜欢看书，平时，所以我就在这里，我很开心的能找到诚品书店，在五级免登那边有一个诚品书店，是很好逛。还有一个我刚刚从日本过来，日本有个叫纪伊国书店，这是日本人开的，我发现也有。还有日本的家具店叫 Nitori，我在日本就经常去 Nitori 买东西，一来就发现这里也开了一家很大，就在家附近，就这几个地方我可能会去的比较多，像书店什么，所以我还是挺开心的。尤其是诚品书店，我特别喜欢逛，就可能1个星期会去1次这样。你知道吗？其实，在你住的吉隆坡附近还有商务印书馆，而且它这个商务印书馆是可以帮你去订到一些它哪怕没有的书。我们经常就会丢一个书名给他，那这本书可能是台湾的，他也会帮你订过来，比较慢，大概要2个月这样子，但是他都能够搜刮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也很爱去买一些书。对，你也应该很喜欢看书，对吧？真的好。对。那么和你原先去日本旅居，它的比起来，你觉得这个融入上有什么差异吗？融入上当然，因为前面说过语言方面就比较容易能融入，和日本还是感觉特别大，因为我在的地方是东京，是日本的一个最繁华的一个商业区，所以那边可以看到经济活动非常的繁华，有全世界的人现在去到东京那边买公司、收购公司、建立他们的公司，准备在日本发展，可以看到非常多。那因为我现在刚来吉隆坡，我相信吉隆坡这边的经济也是比较有活力的，但是感觉上不一样的是，日本更多的是一种有规模的商业化的运作，比如说大家买个楼，比如说大家做一个有规模的企业，但是吉隆坡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比较亲切接地气的，我做好这个餐厅，我可能是衣食住行类的，像威廉姆也在做，对不对？现在在网上就是卖美食，我也特别喜欢看，那就感觉是这边更加的亲切，更加的接地气，生活化，给我的感觉。是不是离普通人生活会比较远？因为你也不工作，能够感触到整个这种上层的经济活动，对你个人会产生影响吗？因为一开始我在去东京的时候，我是想去看那边的房子，因为我以前做银行，所以我周围的客户很多都搬到了东京那边，他们直接去买房，他们也比较看好，所以当时我也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去跟各种中介打交道，也看了很多房子。这一部分我觉得可能东京那边会比较热闹一点，这里我现在还在摸索当中，也可以请 William 到时候分享一下。是我们其实你的融入为什么就不工作了？你在上海还有很多疫情期间特别有意思，我刚刚听他说的简直我说和打仗一样，很不容易的这个经验，我们以后做直播给大家看，好吧？大家不要这个走开。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你当初是什么原因要去日本？日本我因为在裸辞以后，我现在是想到我做我自己有兴趣热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化非常的大，相较于以前，可能我们这个年代，我是85后，追求钱，追求成功，感觉现在这个世界变化特别多。像威廉姆身边，我相信也可能看到很多人现在选择的生活的方向不一样。那我在裸辞以后，我就想顺着自己的心流去走。所以我在上海的时候，之前是去把上海的资产处理掉，之后我是想旅居下一站去哪里，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日本，我想到了就很临时的订了一个机票就去感受了。那你去日本去大马都是
有一些临时起意，全是临时想到的就过来，因为如果想太多、调研太多，可能最后也没有差别。因为我也没有来过吉隆坡，我以前也没有在日本生活过，我都想尝试一下。那我觉得现在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的幸运，我就什么都尝试一下。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来大马也是这样的，对，我刚刚听了有一点临时的部分。你采访我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你分享。我们还有在问的频道采访我，他也是一个刚起号的 YouTuber， 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啊。那你去了日本10个月，为什么又离开要去大马？这个我想很多人未来肯定有很多人会问你的，我先抢着这个时机赶快来问你。其实我在日本的签证是今年12月份才到期，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你办的是什么签证？我办的是那种，它有一种叫特定活动签证，也就是我不能在那边工作，提供一个3000万日元的资产证明，就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签证。当时我就直接是去到他的出入境管理局，自己去填表申请。周围的人都觉得很奇葩，因为 YouTube 上面也没有这样的资讯，也没有人分享过这样的资讯，但是我自己跑去出入境，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可以让我不用每3个月出去一次再回来，又不能连续的。像我拿的是香港护照，可能是连续2次之后，第3次，海关可能就会觉得你太频繁不让进。但是我当时的目的是，我想在日本留1年，旅居1年感受一下，签证就对我来说是很完美的，可以正好留1年的时间，所以我就去办了特定活动的一个签证。那为什么又离开提前？你要说到12月，那个提前的走了。本来我是想到12月，但是现在我一方面待了10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在日本的时候感觉到了有一些瓶颈。我想看的、想认识的人，就是想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之后，我现在依旧保持每个星期学1次半天的日语课，但是我就看不到更多的一种可能性。我想再换一个城市去看看其他城市的可能性，所以我现在先离开一段时间，所以也是先过来1个月，也是算做一个调研这样子，考察一下。对，你想要看和想要去接触到的是什么？的想法是怎样的？就是一个地方，我觉得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让我真的感觉像家一样的。我想留很久的时间，说的久至少是我未来3-5年我留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很舒服，是我想要的，我也能慢慢的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那回到日本的部分，我是觉得日本，因为我刚刚提到的签证是1年的时间，那如果再要留下来，就要办我的年龄就要办经营管理签，因为我再去留学，我觉得这年龄方面可能也不太匹配。那经营管理签，我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功课，他每年维系那个签证就额外的要支出15000美金以上，而且他只是给你留下来的签证。要请每年额外的你要租场地，请人，每年再给日本的出入境去审查你这个公司是不是值得再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就你也许前3年每年15000，这是最低的一个费用。第4年他可能说我不想给你续签，你这个公司没有潜力，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所以和我的初衷就是我觉得能很稳定的一起成长3-5年的时间，就觉得会有一个问号。当然了，我也是觉得我是有钱可以这样一年一年renew， 但是 renew 也不等于你能拿永居，所以一切都是未知的。对，所以我在想其他地方也看看，也不耽误我现在签证继续中这样子。在一个可靠的长期的签证的背后，我听上去你是想要再找一个更加适合你裸辞之后让你能够安心生活的地方，会是这样吗？对，我觉得人至少活着不要老是被一些就额外的一些条条框框又框进去了，我觉得目前我是这样想的。那在你选不同地方的过程，你是想选一个我就可以生活很久，我是这样想的，还是移动本身是你的目标，还是说移动只是方法，目标你是想找到了以后就停下来？我想停下来，因为其实以前做银行的时候，我也全世界飞啦，基本上经常去美国、英国、欧洲这些地方也去过几次。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也不会选择要去美国，因为那个地方也会不是我现阶段希望追求的这样子。是什么呢？或者说它不是什么？
其实像我家有很多人住在纽约曼哈顿，像我阿姨、我表姐，他们全部移民去那边，也拿到了绿卡。那美国它是一个适合 family。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人，那如果有个 family 在那边，对小孩的教育各方面可能也不错，但前提是要很有钱，因为纽约的生活成本基本上是我算过是比香港还要贵30%到50%至少。那香港已经是一个变态贵的地方，纽约要更贵，而且现在纽约我在最近的时候是2023年去，我去公司里把我派过去，待了1个月的时间。他那边现在每个餐厅的小费就是他给你勾，你要20%、30%，你一定要勾，因为之前我去的时候，他小费就10、15，他们现在起版20。我去门口买个 lobster sandwich。我是外带的，我自己去拿。他说：“那你要勾一下小费。”我就觉得他那边的现在小费文化就跟当地的通胀很有关。对，东西越来越贵，租一个房子也，William 肯定知道特别夸张那个价格，可能$5000租一个小小的 studio 在曼哈顿。当然，有些人说，那我可以去 New Jersey 或者去更远的地方。那这样的每个星期去通勤到曼哈顿又是很长的时间。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一个人来说，我现在也觉得没有看到想在那边生活3-5年的一个想法，至少。我很想了解，抛开钱的因素，假如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们只要刷一下脸就可以要到我们要的东西，租房、吃东西。那么在此之外啊，你还觉得什么东西对你的生活是很重要？我觉得是一种文化也很重要，当地人是不是大家容易交流的，我可以跟当地大家互动，一起做一些融入，比如说有像 William 现在做一个餐厅食品，可能就有很多人可以跟你互动，认识很多朋友。那其实你到一个地方，如果一个人都没有，或者无法跟当地文化交流，那可能也会是不加分的一个地方。对啊，其实他要具化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一个方法，看过去我自己就是这样。什么事情是让我感到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很珍惜的，让我感到很温暖的，我很想要去坚守的，我就去延续我自己过去的价值观。比如说我就分享对我们家来说，我就觉得这个个人第一，家庭第二，我经常这样说，在家庭里面又是亲密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再考虑父母啊其他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知道我该坚守什么了。对，你刚讲的如何融入一个社会对你很重要，听上去就是和人的交流对你是很重要，还有什么是对你重要？还有一个地方的软实力，我觉得硬件方面其实大城市都很类似，美食方面其实现在各种餐厅大城市里各种也都越来越像了，是吧？比较类似。但软实力方面，比如说是一个地方人的诚信，一个地方是不是大家是底色是一个遵守规则的，讲道理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你还是很是那种 people， 我觉得谈到了很多就是怎么样和人的接触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嘛，虽然是 AI 的世界，人和人可以不互动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周围的人还是重要的。那你就成功的掉入我的陷阱。因此我会有3个问题啊。那如果不用融入，就回去中国不就不用融入吗？为什么不是一个选项呢？其实我裸辞先去的就云南嘛，是。那个地方呢，其实景色也很美，也是很多 digital nomads 会去的地方，非常多的 digital nomads 去到那边，然后他们甚至我在当地经常去看他们的脱口秀，他们很多脱口秀都兼职是 digital nomads 去讲，他们的段子多，因为他们生活中遇到的搞笑的事情有很多，对，然后那边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也不错，也不错，但是讲到就是再细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可能那边的美食我觉得没有太多，好像没有找到特别觉得很不错的。所以你看，食物对你也很重要，食物也这个也会是你未来的 criteria 吗？对，还有就是云南它是高海拔的地方，然后你在那边时间久了，你会有时候觉得偶尔的会有胸闷，但不是经常。因为它海拔是1500还是什么2000米，身体的这个感觉舒服是吧？我觉得地理位置也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location 非常重要，真的。因为世界上好的地方其实并不多，真的。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看那些左侧靠海的，像加州海岸、西班牙那里，总归是吃的很好，天气也很好。但我在以他的角度再一想，比如说像大马在热带，这一圈下来，你能选出来这些点不会太多的。对。那第2个问题 ，OK，
那你日本待的10个月，没有找到按照你的标准想要的这些吗？人、美食、天气、融入。其实日本总的来说真的还是不错的，各方面我觉得美食也有，他们的人很认真。我举个例子，我在东京的时候住在白金台嘛，那个地方相当于上海的哪里？可能相当于上海的古北。有一点类似吧，这样想，就人的层次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就大马的 Desa Park City。OK， 就在那边。对，然后呢，我门口有很多的餐厅哦，餐厅因为 William 现在做餐饮就会比较知道，他的餐饮他有时候一家店里就一个人，他可能6到8个桌子就一个人煮菜、迎宾、收钱，所有的事都他一个人做。然后这样的店在那边非常多。OK。就是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可能就是兢兢业业的匠人精神，所以一件事情他每天做，这个我看来就一个人顶了5个人的活，他居然一个人可以搞定，我一直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在白金台就有很多这样的店，包括就有时候你去 lounge bar 喝一个东西，他也是一个人，一个老板娘，然后帮你做酒，给你收钱，跟你互动，这个店在那边很多，所以他们那边的人是很认真、很严谨的。那就是我在听 but 在哪里？but 就是他们所有的人的心思都 focus 在事业上面。他比如说像他们现在当地人会觉得通货膨胀特别特别的厉害，很多人在说一个食品翻倍，或者他们涨价，就是今年我就觉得我在那边10个月。那些物价就不停的在涨，就比如说你去超市，就比如说你要去吃饭，所有的价格就今天900日元，明天1100日元，就这样在涨价。所以像我周2的时候还上日语课，我的老师是一个日本女士嘛，大概40 late 40s， 然后她会讲，你不知道以前的价格是现在1半。涨价涨得很多，大家都很焦虑，然后那边的年轻人现在就所有的时间都焦虑的要赚钱。是这样的。所以像我呢，因为是不一样的，我是躺平嘛，也不叫躺平，叫裸辞。裸辞的我的这个状态，去到那个紧凑的一个环境，所有人都在努力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努力的赚钱，没有时间，没有空余的时间留下来 social。他们的 social 可能就像家庭主妇可能会有时候带小孩，大家去公园里聊2句。那如果像我这样的状态是一个人去的话，我有时候也会刷一些互联网上，大家也会说，一个人就永远一个人，你就会永远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是现在在上海开酒吧，他以前是在日本学了本科，是做甜点和饮料的。那他说，你现在就去的时间很短，我已经去了4年，读完书，我一个朋友也没交到。我现在一个朋友也没有回头可以互动的。我们说的是东京，因为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会讲日语的话，会更多的互动人情味一点。就是我也觉得人不是机器人吧，也不是完全的人和人之间隔离开的，但是在东京呢，偶尔也会有这种太有距离感的感觉。但是呢，他们又是很尊重你的，人和人之间又是很尊敬，相互就也靠谱的，也有信用的。对，但是永远就是比如我今天见完 William， 我们聊得很好，下一次见面5个月以后，因为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我都想不到。对对对，但人又都挺好的。那难免会影响你去想要躺平在一个地方，旅居在一个地方，还是会对你产生影响。因为我是一个人嘛，如果是一个家庭就不耽误，家庭为单位，因为那边有很多人也是家庭为单位的去social的，包括太太团那边有很多。一到下午3、4点，幼儿园门口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精致的美女。真的，我看到那些太太真的超级漂亮，就比单身的女生有时候都漂亮，我觉得。对，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团体这样。那你有这10个月交到当地的朋友吗？我有因为我是网上去学日语，我认识了很多日语老师，然后朋友呢也是他们可能原来出生在内地的。然后去到小学或者中学去到日本，那些人可能我们就能聊，是因为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还有我也认识了日本的那边房地产中介，大公司的中介，然后他们可能也是一样的背景，就本来是内地人，然后去到了东京，高中就去了，然后现在也一直在日本这样发展。那这些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成为朋友，但如果是纯粹 local 的日本人的话，
我也有认识一个朋友，也是做房地产中介，他就英文非常好，因为以前他的爷爷很有钱，然后家里就把他送到美国去读了大学，很好的大学，现在回来做房地产。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交流，但如果纯粹是日本的，我们想也没办法，想也没办法。对，我就交了很多大马朋友，因为可能你们语言上没有问题吧？是，真的是。还有就是做 YouTube， 你还是很容易跟大家，你要坚持做哈。好，现在这 WhatsApp 的消息可能是2个数量级于微信，可能微信几天才一条，有时候还是广告，或者我爸转给我的说你不要再炒美股了，是这样的。但是大马可能一天都会有上百条。还有这 WhatsApp，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么这就是第3个问题了，那你为什么又一拍脑袋啊，差不多吧，一拍脑袋又选择说飞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呢？它能够从1周来看吧，对，它能帮助你找到你所想要的这些吗？我觉得成本应该是你刚提到这些地区里面是最好的嘛。然后人融入，你的感受是怎样？其实我呢开销也不大的，因为就一个人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个成本方面，我觉得每个大城市对我来说差距也不会太大，这样子。然后来了，现在目前感觉融入肯定是觉得还是比较容易融入的，因为这边有人情味，然后语言上又有优势，吃的方面我觉得很多选择。对，还有我甚至发现有很多蜜雪冰城开在这里，也就这2年开的。这2年开的。很多蜜雪冰城，很多贡茶，就是我在内地看到的很多，就是这些奶茶铺，现在在这边也非常多，就有时候觉得也挺亲切的。然后呢，我就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我有 follow 几个油管的大 V，他们之前也住日本。很巧的，他们也住日本，有一个是50万粉，但是他只是讲粤语，也没有字幕的那种。然后他就跟他的太太2个人搬过来吉隆坡住。然后当时他说的理由呢是说，因为他也是经营管理层，他也很有实力，没有问题的。他说我就是觉得我是已经退休了嘛。他大概年龄40多这样子，他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是呢，我就想日本我可能没有办法养老，因为现在的年龄学日语总是觉得很慢，还有就是我去看病的话，以后开个刀跟医生还要用日语，我没有这个信心，就会如果有一些应急的事情，他就会觉得有担心，还有就是他很担心老地震。他说怎么一会儿地震一会儿地震，他就特别害怕，所以呢，他就也前不久。我听他的视频，他就说他们两公婆就搬到吉隆坡来住了，然后来吉隆坡他就一直在说吉隆坡好，最近的视频基本上每集都在说。他说吉隆坡这边怎么那么便宜，我可以就比起东京比起香港，我就租了一个2000尺，他在香港根本难以想象，因为香港1000尺都很贵很贵，夸张的贵。他说他同样的东京的价格在这边租了一个2000尺。然后又有 facility， 然后他说像他的年龄呢40多，他已经不讲究时髦。他说比如说在这边因为夏天嘛，大家他说连冬天的西装都不用穿，他说我就天天穿拖鞋穿短裤就可以了。他说连置装费都省了然后他们两公婆没有小孩，所以就这方面倒还好，然后其他他就每集都在说好嘛，那我就想那么好，然后他也是香港，他又是香港人，然后在日本住完之后来到这里说这里好，所以我当时很好奇，我就想过来看看，这样这也是其中一个道理。那你接下来的打算就是在大马还有多少个月要作为考察，然后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 plan 呢？我们现在来的话，我用的签证是旅游签证，可以来90天。那我现在 Airbnb 订到了5月份。那如果我觉得好的话，到时候就听听 William 建议，我想去一下不在5级免登区，其他地方住。没必要住在这个5级免登。因为我现在住在5级免登呢，我就觉得跟大城市跟香港也挺像的，就是大商场，大家每天逛商场。对。那我觉得我想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马来西亚。我也有看到油管有很多人评论说，你要了解马来西亚不应该在5级免登，你应该去一下其他的地方，是会更加的可以了解到马来西亚的文化。所以呢，我可能在这个 Airbnb 1个月以后呢，我就换其他的地方。到时候也麻烦威廉推荐一下。然后Bukit Jalil 啊，都是很好的地方。好啊，刚刚威廉也提到马六甲。对啊，我很合适啊，我就很想去马六甲，我还很想去东马。
东马哈。对啊，我都没有去，先网上搜一下吧，然后看看90天嘛，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时间，是，所以再好好的去 explore 一下马来西亚。我听上去你刚刚有讲的这个日本博主他们过来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跟我们想法也很接近，最终就体现为一个词，就是 quality of life。就我们想通了很多事情，知道生活很多是不需要的，哪些是自己想要的，就会发现哇，在大马可以很轻易的得到很高的 quality，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尤其是我们想要尽量少的参与工作嘛，是吧 ？employment 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合适的。而且 William 来了，你看朋友也变多了，而且又在做喜欢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精神层次方面有了很多的提升，对不对？我的感受，我说一些一般人不会提到的大马的好处。我觉得首先你在大马如果躺平也好，或者是你想要这个做一些事情，相对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大家不以卷为目标。我觉得当一个社会资源受限的时候，那么它的竞争才会发展叫内卷嘛。内卷是这个在资源非常非常确定和稀缺的情况下，这个一个零和游戏嘛，是吧？用你话说，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生活目标是很多元的，很以生活为重心的。你想做一些，哪怕是你看我们现在懒懒散散的，还可以就是想法就是 OK， 我们缓步来，每天进步一点，我觉得还有成功的可能。这个很少人会提到，这是大马的一个好处。我个人觉得第二个好处，这个说出来真的是大实话，但我的很多同胞肯定会听着不太开心，但我觉得真的是大实话，就是我觉得我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真的是对中国人这么好。因为确实我也多次讲到，我说我们并不是到哪儿都这么受欢迎，这是大实话。但是这个大马在这里那些华人然后他的整个文化呀，从你可以买到的东西到和人的接触，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是很少有的。对，这边的华人又很多嘛，华人的社区应该很大，对。而且我最近因为打 Grab 比较多嘛，我看到他们很多司机都会分享说自己已经第3代，他已经是爷爷就已经来到马来西亚很多哈，然后潮州人特别多。为什么？不是可能你这个我连打了3辆 Grab 都是潮州人，挺不错的，感觉他们人都很淳朴，是挺好的。对，大家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接下来可以更多的和当地人就发生一些直接的沟通，而且多去这个深入他们。有时候很奇妙的是，我们送货，甚至有观众说，我只是说了这样说，我说哇，你家好漂亮，好大，要不要进来看一下？真的，然后就带我到他家参观一下，然后请我吃一点他们的东西，就会这样的。然后我们春节有时候帮大家送到了东西，还给我们红包，送我们礼物。很有爱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有这种人情味。这种地方呢，我就觉得人会被滋养到。是的，因为人也需要有爱的流动嘛，对不对？如果是在一个只讲钱的地方，那我觉得也就是没有那么有质量，相较而下，对不对？那我觉得很棒。对，我就不能再太多的影响你，我想让你去感受。对，我要多跟当地人互动，我觉得很重要。等到再过2个月，我们可以再来了解一下你在大马到时候生活感受是怎么样。最好是变成一个你可以选择长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好，看机缘。如果长居你会怎样这个带下来呢？如果长居的话，先找到一个合适居住的、适合一个人合适居住的地方，然后租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然后慢慢的再深入下去吧。我觉得住的地方周围的环境也很重要。是。好，那就谢谢威廉，祝你成功，也希望大家多来关注文文的频道，看看他的这个移居马来西亚之旅是否顺利，我们就拭目以待。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